1997年，切尔西俱乐部正在竭尽全力争夺一个欧战席位，但是与利物浦、阿森纳或曼联这样的豪门球队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蓝军正在努力摸索前进的道路，恰逢主场迎战红魔曼联，但对比赛结果并未抱太大期望。然而，最近几周，切尔西迎来了一位新援，一位身材矮小但才华横溢的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叫詹弗兰科·索拉。这位意大利人在比赛中首开纪录，尽管大卫·贝克汉姆在下半场扳平比分，但是切尔西稳住了局面。佐拉在进攻端的表现也堪称大师级，切尔西与曼联打得有来有回，最终成功逼平了未来的英超冠军。蓝军球迷已然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佐拉绝非普通球员。短短几周内，这位意大利魔术师就用惊艳的表现征服了所有人，他让球迷们如痴如醉，并迅速跻身英超最受喜爱的艺术大师之列。现在画面上的并不是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就站在场边，他和另一个人身高相同，但头发稍显浓密。这一位正是詹弗兰科·索拉。早在当年，两人外貌的相似度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Non è più la maglia di Maradona, è la maglia di Zola, è una cosa esagerata. No, è esageratissimo, assolutamente. È già per me un grosso onore aver sostituito momentaneamente Diego. 实际上，这位年轻的意大利球员并没有马拉多纳那样的资历，这很正常，他才刚刚加盟球队。严格来说，他已经不能算是希望之星了。1989年，当佐拉加盟那不勒斯并首次踏上意甲赛场时，他已经23岁了。职业生涯的前几年，他一直在意大利第3和第4级别联赛踢球。那么，那不勒斯是如何发掘这位身材矮小却天赋异禀的进攻型中场的？说来颇具戏剧性，这要归功于时任体育总监莫吉，这位后来因电话门丑闻声名狼藉的意大利足球经理。但正是在他的运作下，23岁的佐拉得以从低级别联赛跃升至那不勒斯，并让他成为迭戈·马拉多纳的学生。对于刚刚踏入顶级足球舞台的佐拉来说，这无异于天赐良机。在随后的日子里，佐拉如饥似渴地观察、模仿、消化着马拉多纳的每一个技术细节。Diego was an incredible player. Everything he used to do, even in training, was amazing. I cannot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we stopped training and we start clapping because he was doing something that seriously nobody was able to do. 在马拉多纳的指导下，这位意大利中场迅速成长，他屡现惊艳表现，打入多粒精彩进球，而这将成为本片的核心叙事线。那不勒斯俱乐部继86年首次夺得意甲冠军后再次问鼎，对于佐拉来说，职业生涯开局堪称完美。1990年，佐拉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不勒斯球迷已然确信，拥有一位如此天才的创造者，球队未来可期。更何况，这位意大利大师的踢球方式，时常让人恍惚看到那位阿根廷队友的影子。命运的齿轮在1991年3月17日突然加速转动，马拉多纳因违禁品检测阳性被禁赛15个月，意外为佐拉铺就了通往领袖之路。这位意大利魔术师不负众望，连续2个赛季交出进球助攻双10的惊艳数据，完美诠释了青出于蓝的传承。马拉多纳本人也不吝赞美，那不勒斯根本不需要寻找我的替代者，他们已经有了佐拉。无论是标志性的10号战袍、飘逸的长发，还是招牌的低重心盘带姿态，佐拉几乎复刻了阿根廷球王的每一个细节。唯一的不同是，这位翻版马拉多纳是个右脚将，仅此而已。佐拉虽已成为那不勒斯球迷的挚爱，却也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其他豪强的目光。1993年夏天，深谙那不勒斯财政危机的帕尔马俱乐部果断出手，以700万欧元的报价将佐拉招至麾下。这笔让那不勒斯无法拒绝的交易，宣告了其黄金时代的落幕，让天蓝军团球迷心碎不已。在帕尔马，佐拉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关键转型。I played, inside midfield at number 10, even for Naples. But then when I went to Parma was playing a different system. We had 3 defenders, 3 midfielders, and only 2 strikers. So
I had to adapt myself to play again in my old position. 从马拉多纳接班人的10号核心蜕变为双前锋体系中的致命杀手，他搭档哥伦比亚黑豹阿斯普里拉在意甲大杀四方。这位哥伦比亚足球传奇是一名完美的前锋，与佐拉形成了极佳的互补，两人迅速建立了默契，配合的天衣无缝，火花四溅。他们的配合行云流水，2过1，如同教科书，默契到几乎闭着眼睛都能配合。这对组合让整个意甲为之倾倒。而佐拉更在此展现出超越那不勒斯时期的多面性，除了他创造性的技术、敏锐的直觉和灵活的步伐外，他更蜕变为拥有终结比赛能力的9号球员。尽管佐拉的身高仅有1.68米，但他在空中也极具威胁，而且身体对抗上非常强硬。他善于利用肩膀进行对抗，绝不会轻易倒下。左右开弓的任意球、无死角的射术、团队意识与个人才华的完美融合，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足球美学。看他无球跑动时的3次变向，第1次佯攻，第2次虚晃，当后卫晕头转向时，第3次反跑早已致命，剩下的只是静待佐拉完成最后一击。这位10号球员在帕尔马的2个赛季里，总共打进了50粒进球，连续在1994和1995赛季跻身意甲射手榜前3名。佐拉的传奇之路仍在继续，尤其是帕尔马在1995年问鼎欧洲联盟杯，并杀入意大利杯和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并最终拿下了欧洲超级杯。This shirt, it says here, Finale Coppa UEFA. Yes. 95. I don't see that in Italian. We beat Juventus in the final. How did that feel to win a European? It was amazing because in those years also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n those years the UEFA Cup was by miles the strongest competition. It was stronger than the Champions League. 帕尔马时期的佐拉先后与多位锋线巨星擦出火花，从初代搭档黑豹阿斯普里拉，到北欧重炮布洛林、保加利亚传奇斯托伊奇科夫，再到96年加盟的阿根廷新援克雷斯波与意大利快马基耶萨。然而，在所有美好的故事中，总会有些小插曲，而在佐拉的故事中，这个插曲的名字叫卡尔洛·安切洛蒂。1996年，这位意大利战术大师接管了帕尔马队，并坚持使用他钟爱的经典4-4-2阵型，却始终无法为1.68米的佐拉找到合适位置。首场比赛中，他安排克雷斯波和基耶萨担任前锋，并尝试将佐拉放到边路，但效果不佳。而佐拉本人也对这种近乎强迫的位置调整极为不满。但安切洛蒂并未改变自己的坚持，他对4-4-2阵型的热爱无可动摇。短短6个月后，心灰意冷的佐拉便踏上了英伦之旅，却不知这次放逐将成就一段传奇。All'inizio del campionato 1996-97, Zola non trova più collocazione nello schieramento tattico voluto da Ancelotti, più propenso a utilizzare il tandem d'attacco formato da Crespo e Chiesa。佐拉的帕尔马生涯对球队、对他自己、对球迷而言都是一段辉煌的回忆，虽然也夹杂着未尽的遗憾。即使是安切洛蒂多年后也承认，他对自己在帕尔马时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从战术和技术层面充分发挥佐拉这位天才球员的价值。这位10号球员告别亚平宁时，已经跻身90年代意甲联赛最佳射手前10名，完成了向世界级球星的蜕变。选择英超在当时看来有些出人意料，毕竟90年代的意大利无疑是足球的黄金国度，但佐拉渴望新的挑战。It was in my mind to have an experience abroad because I wanted to go and confront myself also abroad. Chelsea was fascinating me. Yeah. I knew that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 was much more physical to the Italian one, and I was aware of that. It didn't bother me. 彼时由前米兰名宿古利特执教的切尔西正着力打造意大利走廊，维亚利从尤文图斯加盟，迪马特奥从拉齐奥转会而来，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我们的主角詹弗兰科佐拉。3人当中，维亚利表现惊艳却短暂，迪马特奥日后以教练身份闻名，唯有佐拉将在此铸就蓝军队史最伟大的传奇。初登英伦，他便牢牢占据10号或第2前锋的核心地位，接连攻入关键进球，联赛杯力克利物浦，足总杯击溃普斯茅斯，还有那记永载史册的对阵温布尔登的经典进球。
佐拉加盟短短数月内，切尔西就赢得了足总杯、联赛杯、欧洲超级杯以及那座蓝军阔别近30年的欧洲优胜者杯。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对阵斯图加特的比赛中，佐拉因伤替补待命。当比分僵持在0-0时，他在第71分钟临危受命登场，第72分钟便攻入制胜球。这位意大利大师的处子赛季堪称神话。尽管因中途加盟仅出战20余场英超，却以现象级表现征服英伦，成为英格兰足球史上首位中途加盟及当选赛季最佳球员的外援。从那一刻起，佐拉的蓝军传奇正式开启。现在让我们沉浸式欣赏佐拉这位大师的精彩表现。这是1997年对阵德比郡的一场联赛比赛，意大利人每次触球都能创造机会，制造威胁，完成致命一击，最终更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帽子戏法。比赛结束时，身披25号战袍的他彻底征服了斯坦福桥。詹弗兰科·佐拉，这位艺术大师几乎从不打进过那些所谓普通的进球，他总是有能力将每个进球升华为艺术品，这正是佐拉在球场上真正迷人的地方。激光制导般的任意球、穿花绕步的盘带、雷霆万钧的爆射，或是完美旋转的弧线球，这些无法用数据衡量的瞬间，才是足球美学的极致展现。前凯尔特人球星莫拉夫契克，他的进球集锦同样令人匪夷所思，仿佛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足球。而佐拉更甚，这还仅仅只是在进球层面，他在组织进攻、细腻技术、一脚出球等方面的造诣更是臻于画境。更难得的是，他始终面带微笑，用最优雅的方式踢球。He annoyed me. He's one of these players who was unperturbed about who he was playing against. He always seemed to have a smile on his face, and that annoyed me. I said, how can he be enjoying himself playing against United? But he was a fantastic player. I loved watching him. It was enjoyable. That was the thing. And for me to say that of an opponent tells you how much I admire them. 意大利球员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英超联赛，他的灵感、对比赛的敏锐洞察力以及纯正的意大利传统足球风格令人赞叹。尽管身材不高，但他的敏捷性、爆发力和创造力让英格兰足坛为之倾倒。Internazionale. You like zoo? I didn't. 佐拉甚至慷慨地为对手授课，杰米·卡拉格想必深有体会。他在与佐拉的对决中选择了街舞式防守套餐，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佐拉个人闪耀，但切尔西在联赛中仍难以撼动曼联和阿森纳的双雄格局。而与此同时，佐拉身边的锋线搭档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托雷弗洛、马克修斯到古德约翰森、波耶特，以及其中最具得分能力的哈塞尔巴因克。时间来到21世纪初，佐拉的年龄已经跨过了33岁、34岁、35岁，甚至36岁了。时任主帅拉涅利希望球队更加年轻化，意大利人逐渐转型为超级替补。How difficult was it to watch from the bench? It wasn't easy, don't ask me. I think the manager told me you're going to start from the bench because I want to bring you on in the second half. It was like getting a kick straight into my... 岁月流逝，才华永恒。2003年，36岁的佐拉在英超打入14球，包括这季对阵埃弗顿的绝唱。他以最佐拉的方式为蓝军生涯画上惊叹号，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堪称完美。这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正是佐拉的独特魅力所在。即便退役后，他仍然通过个性化的课程将其传授给年轻一代。2011年，时年45岁的他在洛克达尔俱乐部亲自示范任意球技巧，讲解、分析、示范，技术丝毫未减，与当年斯坦福桥那个25号球员毫无二致。对佐拉而言，足球如同骑自行车，既是一种永不遗忘的本能，更是一份需要传承的火种。当斯坦福桥的旅程临近终点，这位蓝军偶像并未挂靴，反而继续在绿茵场上书写传奇。他选择回归故土，身披卡利亚里战袍，征战意义，带着最纯粹的初衷，让球迷重拾快乐。35岁的他交出15球23助攻的逆天数据，直接参与球队50%的进球，几乎以一己之力带领这支萨丁岛的球队杀回一甲。而当所有人都期待他功成身退时，38岁的佐拉却选择以王者姿态留守，在顶级联赛的小球会中再现20加制造进球的赛季。当足球被演绎至此，
年龄不过是个苍白的数字而已。佐拉在他效力卡利亚里的最后一个赛季，球队成功保级，完成了他在意大利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位萨丁岛英雄终于可以卸下队长袖标。作为意大利国家队的一员，他曾为国家出战30余场比赛，并随队参加了1994年世界杯。不过，他在那届赛事中仅出场一次，还吃到红牌被罚下，或许也是他退役后较少被提及的原因之一。佐拉的职业生涯似乎总是与最佳时机擦肩而过。他在马拉多纳巅峰时期之后加盟那不勒斯。他在1993至1996效力帕尔马时，虽然球队实力不俗，但他错过了1999年布冯、图拉姆、卡纳瓦罗和克雷斯波等球星的黄金一代。同样，在切尔西效力期间，他在2003年离队，而切尔西随后因阿布拉莫维奇的收购，迎来了2005年和2006年的英超冠军。在国家队层面，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先后被罗伯托·巴乔和德尔皮耶罗的光芒所掩盖，难以获得更多机会。尽管如此，佐拉在他效力过的每一家俱乐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球迷们心中的传奇。佐拉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职业足球的成功不仅需要技术和天赋，还需要另一个关键因素——动力。而动力的缺乏，也许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少数的遗憾之一。I can't complain. I reached very good levels. I believe that I could have reached more because I had the abilities to do that. But I think sometimes, being honest with myself, I go back. Probably I could have done more to motivate myself to go even beyond that. For them to win wasn't enough. They had to go beyond. And probably if I go back, I would do something different. I would try to work on it. 这个核心问题确实发人深省，正如佐拉亲口解释的那样，当你在顶级联赛一切都顺风顺水，而32、33岁的年纪找到继续进步的动力并不总是那么容易。2003年，切尔西球迷投票将佐拉评为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但时过境迁，随着德罗巴、特里、兰帕德这样球员的崛起，缔造了新的王朝，佐拉已经不再是蓝桥之王。尽管如此，英格兰还是因他对该国体育的卓越贡献，授予他大英帝国官佐勋章。同时，他还入选了意大利和英格兰足球的名人堂。切尔西甚至将他的25号球衣封存近20载，而英超球迷还将他评为联赛历史上第2优秀的外籍球员，仅次于传奇乔治·贝斯特。这就是佐拉用魔术般的双脚书写，却被时光轻描淡写的一段传奇。Gianfranco Zola. Lovely little flick in the near post by Zola. Oh, that's great. 这就是詹弗兰科·佐拉的传奇生涯，一位被全世界喜爱的天才。每一次触球，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其独有的魅力，他的魅力不断感染着球迷和队友。始于那不勒斯的传奇生涯，宛如对马拉多纳的复制粘贴，最终让马拉佐拉的绰号不胫而走。而在英格兰，人们称他为小巫师，随时准备为你献上最精彩的表演。身材矮小，才华巨人，形容这位来自萨丁岛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他在那不勒斯成长，在帕尔马闪耀，在切尔西加冕。佐拉热爱足球，更热爱让球迷快乐。只是当心别被他骗得太惨。防守球员们最清楚，这个总挂着坏笑的意大利人最擅长的就是把防守变成他的个人秀场。